最近，美国诺福克海军基地上演了一幕足以载入史册的名场面。一艘崭新的伯克级神盾驱逐舰小哈维巴纳姆号举行了隆重的成军仪式。你可能会说，美军这种船不是有一大堆吗？有什么好稀奇的？嘿，这艘船可不简单，它是伯克级历史上首艘以在世英雄命名的战舰。老爷子巴纳姆本尊，一位满头银发的荣誉勋章获得者，就坐在观礼台上，看着以自己命名的巨舰下水。这种人剑同框的场面，简直是把美军那种根深蒂固的武德传承写在了全世界的公海浪尖上。随着赞启人希尔女士那句标志性的全体船员登舰，使她焕发新生，一头排水量近万吨的海上巨兽正式睁开了眼。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预测一下，看看这艘配备了96单元垂直发射系统的新伯克能在公海上横着走多久。其实巴纳姆号的服役只是美国海军水面舰队持续扩容的一个缩影。目前美国手中处于建造或测试阶段的同级舰还有至少7艘。那么问题来了，在055大区横空出世，各种高超音速武器满天飞的今天，美国为什么还要死磕这款几十年前设计的伯克级？是美军没钱搞新设计了，还是伯克级真的强到了某种无法逾越的境界？今天我们就从巴纳姆号这个活传奇入列开始，深挖伯克级的进化史，看看美军究竟是如何打算的。要聊巴纳姆号，咱们得先看看这位在世英雄哈维·巴纳姆本人到底有多牛逼。1965年的越南战场，巴纳姆在部队陷入重围、连长阵亡的绝境下，临时接管指挥权。他不仅带着弟兄们顶住了饱和攻击，还引导空中支援完成反攻，最后甚至协助伤亡人员安全撤离。美军把这种超出职责范围的英勇铭刻在了 DDG-124 这艘巨舰的基因里。而这艘船本身也是典型的西装暴徒，它属于伯克级 Flight 21构型，外表看还是那个经典味道，内里却已经换了赛博大脑。它搭载了神盾基线 9C 作战系统，这玩意儿最恐怖的地方在于其多线程处理能力。怎么说呢？以前的美军战舰防空的时候顾不上反导，反导的时候容易被低空导弹偷家，但巴纳姆号却能同时执行防空与导弹拦截任务，真正实现了全时段全空域的防御闭环。特别是它那96个垂直发射单元，装填的可不是普通的烟花，而是美军的导弹全家桶，从标准2、标准3到拦截掠海目标的标准6，再到能跨海灭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只要你想得到的它都能射。而且美军还专门升级了它的电力和冷却系统，这其实是给未来的激光武器和电子干扰系统留好了接口。大家想想，前段时间伊朗小艇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拦截伯克级，最后美军驱逐舰轻描淡写地穿过。这种底气不是吹出来的，而是建立在像巴纳姆号这样不断服役的新锐舰艇基础之上的。美军这种持续建造、不断插拔新思路的套路，展现了一种极其成熟的战争哲学，即不求最科幻，但求最可靠，而且必须是能量产的领先。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如今威风八面的伯克级，当年其实是作为廉价替代品诞生的。咱们得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70年代，那时候的美国刚从越南战争的泥潭里爬出来，兜里比脸还干净。卡特政府时期的防务专家们甚至认为，航母战斗群太贵了，应该多搞点像佩里级那样的护卫舰去巡逻。当时美军的核心任务是保卫大西洋补给线，防止苏联潜艇偷袭，而不是去和苏联海军正面硬刚。于是当时的海军就在琢磨，能不能搞一款既有神盾雷达，价格又会让国会老爷们不心疼的驱逐舰。早期的研究方案叫 DD-999，利顿公司甚至想直接把神盾系统塞进斯普鲁恩斯级的舰体里，但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的工程师们发现这事儿没这么简单。为了省钱，早期的方案甚至想过取消直升机库，只留一个起降甲板。这就是为什么伯克级 Flight 1和2型看起来突突的原因。甚至在动力系统上，美军也经历过多次纠结，比如要不要搞综合电力推进，或者搞燃征联合动力。当时的电力推进技术还不成熟，电机重的像坨铅块，对于要抢速度的驱逐舰来说简直是噩梦。最后美军没办法，选择了一条最务实的道路，就是在紧凑的舰体里塞进最强的雷达。之后随着里根政府的上台，美军开始了宏大的600艘舰艇计划，伯克级终于迎来了高光时刻。美军不再追求每一艘船都是核动力巡洋舰，而是推行了一种叫整合作战系统的业务模式。
这个模式极其聪明，它把硬件和软件分开升级，软件部分叫先进能力构建，硬件部分叫技术插入，每隔几年就像手机升级系统一样给全舰队刷一遍。这就导致了一个奇观，巴纳姆号和30年前的伯克号长得差不多，但他们的战斗力差了几个维度。美军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避开了重新研制新船的巨大风险，让伯克级一直活跃在海上。聊到这儿，肯定有老铁会问，现在不是流行隐身吗？伯克级这种到处都是天线的造型不是活靶子吗？这就得聊聊美军在血泪中总结出的生存哲学了。1982年的马岛战争，英国海军的铝合金上层建筑战舰在火灾中被烧成了铝水，这给美军留下了心理阴影。于是伯克级在设计时极其硬核地坚持了全钢结构，虽然钢材重，但它耐火抗冲击，更适合在现代海战这种高烈度对抗中活下来。而且美军在伯克级身上玩了一种隐蔽的生存术。大家注意看，伯克级的船体舷侧是向外倾斜的，这种设计不仅是为了内部容积，更是为了消除角反射，再加上各种表面的圆角处理和通风口的金属网屏蔽，它的雷达反射面积其实比看起来要小得多。这种被动生存性在2000年科尔号袭击事件中得到了验证。那次自杀式炸弹把船体炸开了一个大洞，但全钢结构的伯克级硬是没沉，最后还能修好了继续服役。除此之外，伯克级还是美国海军首款采用集体防护系统的战舰，这意味着它能全天候在核生化污染的环境下作战，舰内维持正压，空气经过3重过滤，这就是美军的逻辑。我不追求绝对的看不见，但我追求绝对的打不死和能回血。或许在美军看来，伯克级不是一件精致的瓷器，而是一台能在泥潭里打滚还能反杀的重型坦克。美军这种从实战出发的执拗，才是他们统治海洋最可怕的力量。那如果将伯克3型与055放在一起，谁才是真正的海王呢？客观来看，055在排水量、隐身性和双波段雷达的先发优势上，确实让美军感到了一丝紧迫感。但美军的逻辑是，你搞你的新锐，我做我的极致进化。这就是我要提到的伯克 Flight 3构型。它换装了革命性的 AN-SPY6 有源相控制雷达，这款雷达的灵敏度是老款的30多倍，能在双倍距离外探测到更小、更快的隐身目标。虽然伯克级的舰体已经到了承载极限，由于太短太重，导致它的航速和续航力面临挑战，但美军通过升级 LM2500 燃气轮机，愣是把这头万吨巨兽推到了30节以上的航速。更核心的优势在于系统协同，美军研发了海军综合防空火力控制系统，它让伯克级能共享 F-35预警机的视野。这意味着伯克级可以在不看路的情况下，由远方战机引导，发射标准6导弹，拦截地平线下的目标。这种跨军种、跨平台的指挥链路，是美军几十年实战磨合出来的降维打击工具。虽然055很强，但美军在伯克级上积累的几十个版本的系统迭代，是任何新秀都难以在短时间内超越的。而且伯克级的数量优势也是一种威慑，美军目前拥有超过70艘这种级别的神盾舰，而这种规模的神盾海本身就是全球统治力的底色。美军在造舰上的这种保守中的激进，其实是在告诉世界，我即便用老底子，也能通过代码和芯片让你没脾气。驱逐舰的未来其实不在于那个钢铁壳子，而在于它连接全球情报网的能力。在这方面，巴纳姆号和他的一众兄弟们依然是公海上最难对付的对手。聊完巴纳姆号和伯克级的进化史，你有什么感想？是从卡特时代的抠抠搜搜，到里根时代的大干快上，再到现在的数字进化，伯克利这艘船其实就是美国国运和海军战略的一面镜子。美军强大的地方不在于他们偶尔搞出的科幻 PPT， 而在于他们能把一款老设计玩到极限。这就是美国海军的发展路线，在成熟平台上追求极致的系统集成。这种路线虽然让伯克级看起来有点臃肿，但它换来的是全球最高的出勤率和实战可靠性。今天的巴纳姆号正式服役，不仅是美军又多了一艘能射标准6的巨舰，更是美国在向全世界宣告，我的海上力量依然在按照自己的节奏稳步迭代。最后还是老规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你觉得伯克级如果继续这么改进下去，会不会有一天真的变成海上无人机航母？别忘了点赞关注，感谢大家的陪伴，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